全球一半的铜都流向中国，为何还是难以满足需求？这些被用掉的铜都去哪儿了？铜作为导电性最差的金属，其导热性能同样出色。铜比拥有相似属性的银和铝，铜的成本要显得廉价很多。而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主要还是看它的城市化覆盖面积。随着我国近些年不断进步，城市化面积的不断提升，电力消耗也开始越来越大，因此就需要大量的铜制成的电缆、电线等导电设备，其中也包括了插座、充电器等家用导电设备。根据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的铜消耗量就高达1450万吨。换句话说，全球的铜消费，我国承包了一半，也因此获得了吞铜巨兽的称号。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尽管我国消耗了全球一半的铜，但每年的铜消费量依旧在持续增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国每年要用掉全球一半的铜，为什么我们如此缺铜？作为世界第一用铜大国，许多从事铜生产和加工的工厂也应运而生。这些工厂通过将铜矿石进行工艺加工，生产成各式各样的商品或工具。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远销至全国各地。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我国的铜消耗量虽然巨大，但国内能用的铜资源却有些匮乏。我国每年85%的铜消耗都需要依靠国外供应。虽然我国的铜储量也不低，可以排进全球前10，但绝大多数铜矿石品质较为不佳。相较之下，南美洲的铜矿质量反而更胜一筹，所以国内很多制造业都优先选择了进口国外的矿石。虽然也有人考虑过开掘自家的矿产资源，但那些矿产分布较为分散，例如金川铜冶、西藏多隆等地，不仅地理位置偏远，而且多为丘陵地带，开采难度较大的同时，成本也会相对提高。所以那些老板为了保证盈利，自然也跟着选择了进口。可如果一直进口他国的铜资源，难免会被人掐脖子，变得受制于人。那么面对这种局面，我国会如何解决呢？全球一半的铜资源都流向我国，然而部分国家却将低品质的铜材输送至我国。针对这种现象，我国又将采取何种措施予以遏制呢？那些不怀好意出售低质铜矿石的国家认为，我国铜资源方面需求巨大，如果出口低质量的铜，反而可使他们谋取更多的利益。可随着中国的经济不断崛起，我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相关的进出口规定也越来越完善。特别是对矿产资源的质量把控，这也使得那些企图出口低质量铜来谋取更大利益的人也渐渐不敢再搞小动作。而为了不被人卡脖子，我国未来会研发出更高级的开采铜矿技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一旦掌握了更先进的开采技术，我们就能减少对外部资源的倚重，并且充分利用国内的铜矿资源，如此便能持续地在国际环境中高歌猛进。